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运气，能够吸引到强大的好运。因此，今天我们将探讨如何以科学的方法吸引好运，找到引导好运的方法，并实现理想的人生。这次我将介绍脑科学家茂木健一郎所著的《强运脑：将偶然变为必然的大脑习惯》。让我们一起在享受阅读的过程中，深入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为什么没人做？为什么那些运气好的人每天都会偷偷进行一个意想不到的习惯？第二，一个真正不想告诉你们的神奇习惯，这个习惯可以让您的好运不断增加。让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解说，为什么没人做？为什么那些运气好的人每天都会偷偷进行一个意想不到的习惯？本书并不是关于灵性的书籍，而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好运的人。作为一名脑科学家，作者观察到许多人总是幸运地获得超出自身能力的成果和幸福。作者从脑科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些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发现他们拥有一种单凭个人能力无法达到的特殊能力，那就是吸引好运的力量。世界上确实存在这两种人，一种是能够吸引好运的人，另一种则不能。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区别呢？实际上，能够吸引好运的人不仅仅是运气好，他们还在进行某些能够强力吸引好运的行动。确实有些人能吸引好运，最终获得地位、财富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尽管同样努力，却总是遇到不幸。这就是现实。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取了吸引好运的行动。事实上，通过研究，我们已经明确了吸引好运的具体行为。实践本书中介绍的这些行为，您一定能迎来幸运女神的微笑。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些科学上正确的吸引好运的方法吧。首先，第一个，为什么那些运气好的人每天都会偷偷进行一个意想不到的习惯？那就是去神社或能量场所，如名胜古迹。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有点可疑，甚至认为这是迷信，觉得这种行为毫无意义，质疑这是否真的能够从科学上提升运气。然而，请大家冷静下来，听我慢慢解释。在日本历史上，许多伟人和成功的企业家都有定期参拜的习惯，例如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些日本的历史人物，都十分重视神社并持续参拜。再比如，松下电器创始人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自己的公司内也设立了神社。而不仅仅是成功人士，许多日本人为了事业成功或者心灵的安宁，也会频繁参拜神社或前往能量场所。这可以说是日本人特有的一种习惯。参拜神社是指前往神社进行参拜活动，人们在这里向神灵祈求保佑，表达感恩或祈求愿望的实现。在困难的时期或希望提升运气时，向神明祈求帮助。从科学角度来看，仅仅是祈求神明或前往能量场所，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能直接提升个人表现或运气。然而，作者认为参拜神社或访问能量场所，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确实能够帮助吸引好运。参拜神社或前往能量场所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在。双手合十，在远离日常琐事的环境中，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这样做能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加有动力。通过在神明面前立下誓言，我们的内在也会发生变化。为此，花时间和金钱去参拜神社或访问能量场所进行祈祷，对于调整心态非常有效。此外，作者还指出，即使再忙，也能抽出时间去神社或能量场所的人是具备行动力的人。这种行动力是吸引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选择进行 A 行为的人，往往对 B 或 C 等其他行为也很积极。行动力强的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会积极尝试新事物。相反，认为参拜神社或访问能量场所是迷信、毫无意义的人，往往在其他事情上也缺乏积极性，表现出消极的行为。行动力是指主动采取行动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对未知事物或没有经验的事情充满兴趣。
在当今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经常会忘记休息，积累太多的压力。您此时可能也在经历着这种忙碌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去神社或能量场所，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进行精神上的放松和重新整理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常常想着要休息、要放松，但却难以真正做到。因此，通过强制性的前往神社或能量场所，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在精神上放松、减轻压力。此外，大家可能听说过，体验冥想和正念的显著效果非常重要。前往神社或能量场所，双手合十、清空思绪、实践正念，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接触大自然可以自动调节自律神经，提高睡眠质量，增强免疫力，使我们变得更加健康。这些事实已经被大量研究数据所证实。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公园或河边，可以看到人们在那里尽情享受快乐时光。他们面带笑容，充满活力，神情放松。在大自然中，我们会感到宁静、放松、精神稳定，内心充满幸福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草原或丛林中进化而来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进入了由科技统治、被混凝土包围的建筑物，习惯了在室内享受空调的舒适生活，但这种生活方式是最近才出现的。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我们几乎是在大自然中度过我们的生活。作为生物，我们原本就是在草原或丛林等自然环境中进化的，因此潜意识中对自然景观感到吸引，并在无意识中产生安心感。这是因为我们在自然中度过了漫长的时间，这种特性已经潜移默化地刻在了我们现代人的大脑中。简单来说，我们的大脑对自然有着本能的追求。此外，许多人可能在面对壮丽的森林或宽广的大海时，会感受到自己的微小。当我们有这种感觉时，就会在内心中产生客观的观点，从外部冷静地看待日常的烦恼，面对广袤的自然，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于是眼前的困扰就显得微不足道。许多人会无意识地体会到这一点，他们通过经验知道，在大自然中会感觉非常舒适。不过，在如此繁忙的现代生活中，很多人很难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作者强烈建议他们去神社接触大自然，因为通过前往神社或能量场所，同样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好处。因此，养成前往神社或能量场所的习惯，最终会提升运气，吸引好运。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第二个，为什么那些运气好的人每天都在偷偷进行的意想不到的习惯，那就是制作自己的运气地图，分析哪些地方会让自己情绪提升，哪些地方会让自己的情绪下降。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情绪提升之地呢？相反，你们是否清楚地知道哪些地方会让自己情绪下降？作者建议你们整理一份运气地图，记录自己情绪升降的地方。举个例子，作者提到自己前往冲绳的御岳时，情绪会提升。御岳是冲绳的祭祀之地，被认为是琉球王国中最有威望的神圣场所。被列为世界遗产御岳是一座裸露的岩山，被视为神灵的居所，至今仍然受到冲绳人民的尊敬。作者第一次去御岳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舒适和美好，从内心深处感到情绪上升。我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能够让自己情绪提升的地方。比如，作者喜欢的另一个地方是志田神社，据说在那里喝水能长寿。作者喝了灵泉鹤井的神水后，感到非常清爽和放松。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让情绪提升的地方呢？当然，并不一定要像作者喜欢的那样神圣的地方。总之，只要是能够让您情绪提升的地方就好。在透明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上悠闲度过时光，或者在美丽的海滩上享受宁静的时刻，都是很好的选择。也可以是在山间、瀑布、湖泊等自然美景中感受壮观与美丽。此外，动物园或水族馆等地方也能近距离观赏各种动物和海洋生物。而主题公园，如迪士尼乐园或环球影城，则提供各种刺激和乐趣。另外，喜欢的咖啡馆、餐厅、美术馆或博物馆也都可以成为情绪提升的好地方。总之，只要是能够让心情愉悦的地方，
就值得去探索。因为近年来的脑科学研究表明，找到能够让人们慢慢放松的地方是多么重要。当前社会压力确实相当大，许多人都承受着过多的压力。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忍耐，长期承受压力，我们的身体肯定会受到损害。长期的压力持续施加在身上，会释放出压力激素。如果压力激素长时间以高水平分泌，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下降，您的全身就会发生炎症。事实上，慢性压力已被证明会促进炎症介质的释放，这会增加全身发生疾病的风险。此外，研究还发现，慢性压力会导致端粒缩短，加速细胞老化。长期的压力也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我们的大脑在24小时内都在持续活跃，即使在睡觉时也是如此。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我们很难让大脑有意识的休息，尤其是大脑经常处于过度活跃状态，给大脑适当的休息非常重要，包括海马体等脑功能，用于暂时记录和保存日常事件和信息的记忆。当大脑得到休息时，它就能够恢复并发挥本来的充分性能。就像清除计算机缓存一样，让大脑休息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在令人兴奋的地方慢慢放松，有助于清除大脑中积累的许多缓存，从而让大脑得到休息。在令人兴奋的地方慢慢放松，有助于消除日常积累的疲劳和压力。而且从令人兴奋的地方回归日常生活，心情也会焕然一新，恢复动力。你会有挑战新事物的勇气。令人兴奋和愉悦的地方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确认自己喜欢的事物和真实的价值观的绝佳机会。在这样的地方，您可以安静地面对自己，找到您在人生中追求什么、期待什么，以及在未来的人生中应该珍视什么。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整理出能够让自己情绪提升的地方，创建类似于运气地图的东西。同时，也建议大家制作一张让自己情绪低落的地方的运气地图，提前列出那些让您感到情绪低落或心情不好的地方，尽量避免去这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我将介绍第3个，就是那些运气好的人每天都会偷偷进行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向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梦想。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平常会坚定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吗？你们会清晰地告诉别人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吗？实际上，经常向周围表明自己的意见、主张和梦想的人能够吸引好运。然而，大多数人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见，或者不知道自己真正重视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养成清楚表达自己意见的习惯。比如，当您和同事们一起去吃午饭时，虽然心里有想吃的东西，但为了不让别人觉得您与众不同，您选择了和大家一样的午饭，事后又感到后悔。这种行为其实是把他人的看法放在自己的意愿之上，这样自然也无法吸引好运。要改变这种情况，可以从小事做起，养成日常表达自己意见的习惯。比如，在点菜时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选择您真正想吃的东西，或者在决定去哪家餐厅时，明确表达自己今天想去的地方。即使在会议上您可能担心自己的意见会被否决，但要勇敢地表达出来。通过这些日常的小小自我表达练习，您的大脑会逐渐适应并习惯于展示自己的意愿。虽然对他人表示关心很重要，但前提是您要有自己的明确意见，否则最终您可能会蒙受损失，失去好运。因此，平时要多练习表达自己的意见，让自己在这方面越来越自如。日常中要养成清晰表达自己意见的习惯，这其实只是一个训练和习惯的问题。如果不进行任何训练，我们很难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您能够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意见和梦想时，意想不到的机会可能会出现在您面前，你也能抓住好运。比如，如果你想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擅长的领域赚钱，但如果周围的人不知道您的特长和喜好，他们就无法将相关的工作机会介绍给您。许多人可能觉得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兴趣和梦想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但为了抓住机会和好运，这却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您非常喜欢写作，并且希望通过写作维持生计，您经常向朋友们谈论这件事，那么某天朋友可能会说：“对了，我的同事有个朋友在招聘写手，要不要我帮你引荐一下？”这样意想不到的机会就会出现。再比如，如果你想辞职创业，并且不断向周围的人提起这件事，那么可能会有人说：“对了，我认识一个人，他正好有个项目想找人做，你要不要试试？”这样一来，机会也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总之，通过不断练习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梦想，你会逐渐习惯展示自己的意愿，从而更容易抓住机会和好运。尤其在当今时代，社交媒体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您梦想有一天能出版一本书，您可以在 Twitter、YouTube 等平台上每天持续发布有价值的信息，吸引粉丝，并不断提到自己想出书的愿望。那么有一天可能会有编辑联系您，邀请您写书。在这个时代，你永远不知道机会会从哪里出现，所以向周围的人不断讲述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对于抓住机会至关重要。此外，当您向周围的人谈论自己的梦想时，您的思维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反复说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会让您时刻关注这些梦想和目标。随着您不断地表达这些想法，会逐渐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同时，向他人讲述梦想和目标，可以使原本抽象的梦想和目标变得具体。多次表达后，您的思路会变得清晰，模糊的梦想和目标会变得具体，你也更容易制定计划并明确实现目标的步骤。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还会产生一种积极的压力，促使您努力去实现它们。这种来自周围人的良性压力可以成为实现梦想的推动力。同时，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价值观，还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坦诚交流，是因为害怕被他人厌恶。然而，那些无法坦诚相待的关系，或是一旦坦诚便会恶化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虚假的关系。您完全没有必要与这样的人交往。如果因为您说了真话而导致他人疏远您，也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件事，至少您不用在虚假的人际关系上浪费时间。相反，应该感谢那些离开您的人，因为这给了您更多的时间去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你应该花时间去结识那些能够坦诚交流、分享价值观的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解释一个真正不想告诉你们的神奇习惯，这个习惯可以让你的好运不断增加。总共有2个神奇的习惯，我们将逐一为您介绍。首先，让我们来讲讲第一个神奇的习惯：与自己对话并倾听内心的声音。您是否经常与自己对话，比如思考今天想吃什么？您是否认真倾听内心的声音？事实上，人类会在潜意识中感知自己所需或缺乏的营养成分。所以，当你感觉今天想吃某种食物时，这其实是您的身体在试图平衡自己的营养。因此，认真倾听内心的声音，了解今天到底想吃什么，对于健康生活非常重要。另外，您是否听说过肠脑相连这个词？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和肠道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对大脑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反之亦然，肠道本来是用来消化食物并吸收营养的，但实际上，我们的肠道内也有类似大脑的神经细胞，它们负责思考和处理信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肠道是第2个大脑。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会互相交换信息，相互影响。比如，当我们感到压力或紧张时，胃部就会感到不适。这是因为大脑通过自主神经向肠道发送压力或紧张的刺激。同样的，当大脑发送信息询问今天想吃什么时，肠道会向大脑发送关于缺乏营养素的信息，从而我们就会感觉今天想吃东西的情绪。根据作者的说法，他经常在午饭时间与自己的身体对话，思考今天想吃什么。从脑肠相互关联的角度来看，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感知身体缺少的营养素。然而，这种对话不仅仅局限于饮食，还涉及到学习身体发出的信号，以便用于各种决策。我们人类不仅通过大脑，还通过身体感觉来判断事物。有时能否捕捉到来自身体内部的信号，
可能会决定你是否能够吸引好运。当然，一旦能够捕捉到内心的信号，您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可能会增加，你也可能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愿望。通过反复倾听身体的声音，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能力会得到提升，从而更好地理解身体的需求、您的情绪以及应对压力等。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要过上满意的生活，首先要了解自己。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平时是否能够认真倾听自己身体和内心的声音至关重要。此外，经常倾听内心声音还有助于减少压力。通过更敏感地感知身体发出的信号，您能够更早地察觉到压力，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来处理，从而增强幸福感。另外，反复倾听内心声音也会明显改善健康状况，因为当您能够听到身体的信号时，您更容易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而采取更合适的对策。比如，如果您能够迅速察觉到疲劳或压力的迹象，您就能够及早采取必要的休息和放松，避免过度累积疲劳导致健康问题，或者避免过度累积压力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同时，睡眠质量也会显著提高。虽然理想的睡眠时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一般来说，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大约7小时的睡眠是理想的。然而，需要记住，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各不相同，所以除了倾听身体的声音外，别无他法来找到自己需要的睡眠时间。通过倾听内心的声音，你也能更自然地找到真正重视的价值观。有些人可能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或者不知道做什么时会感到快乐，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只有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了解自己在何时感到快乐，何时感到幸福。因此，内心的声音会给予您提示，告诉您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以及您希望过怎样的人生。我建议您从简单的与自己的身体对话开始，思考今天想吃什么，尝试倾听内心的声音。接下来，我要介绍第2个神奇的习惯。我想解释一下动物精神的概念。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是能够迅速行动的人，另一种是无法行动的人。显然，那些能够吸引好运的人，通常都是行动迅速的人。在过去几年里，各种事物的速度都在加快，社会也在不断变化。昨天正确的事情，明天可能已经不再正确。这种不确定性并不罕见。在这种变化剧烈、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勇气去尝试新事物。这时，采用一种叫做动物精神的思维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动物精神指的是动物的本能冲动等，例如挑战新时代、创业、扩大业务等行为都是动物精神的典型例子。另外，拥有勇气去行动也是动物精神的一部分。即使不知道正确答案，勇敢行动也属于动物精神。现在的世界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因此即使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要有勇气率先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如今，即使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或根据，有勇气行动的人也会获得价值。现在是一个重视勇敢行动者的时代，即使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要勇敢尝试行动。只要勇敢尝试，就一定能够吸引到好运。我们天生就具备着动物精神。例如，想象一下小孩子，小孩子在行动时不会考虑太多，也不会理性的思考，他们只是单纯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毫不顾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渐压抑这种动物精神。要唤醒这种潜在的精神，就要坦率地听从内心的欲望。当您心中涌现出某件事的渴望时，感觉到内心澎湃，那就意味着机遇已经降临，何不迈出第一步呢？许多人在想要做某事时，往往会花费过多时间考虑合适的策略，或者担心可能的失败，从而难以付诸实践。然而，如果您希望抓住机遇，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行动的频次。俗话说得好，不上场打球，就永远不会有全垒打。相反，即使您没有进行过多的练习，只要您不断站在场上挥动棒球棒，也许在每10次或20次中，都会有意外命中全垒打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您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要坚持上场打球，这一点非常关键。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我们时常追逐着各种可能性和机遇。然而，有时候真正的幸福和好运并不在远方，而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通过与自己对话，捕捉内心的声音，以及拥有勇气去行动，或许就是我们找到幸福与好运的钥匙。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细心倾听自己的心声，拥有动物般的坚韧和勇气，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吸引更多的好运到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